议长先生，今年晚些时候，全国各地的美国公民将行使他们最宝贵、最神圣的权利之一——投票权。这项权利来之不易，从我们共和国的开国一代至今，人们一直在为之奋斗。那么，自治权，也就是投票权，是如何得以保障的呢？它是由那些拒绝皇家法令，将茶叶倾倒入波士顿港，并宣告无代表不纳税的美国殖民者所保障。它是由那些拿起火枪，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打响响彻世界的枪声的普通民众所保障。它是由那些进军萨拉托加战场和约克镇海岸线的大陆军所保障。他们重复着帕特里克·亨利那句不朽的名言：不自由，勿宁死。近250年的时间里，美国人民投票选举各级领导人，从地方官员到州代表，再到美国总统。本院的每一位成员今天之所以能站在这里，是因为我们都是公平公正的当选的，并得到了选民的授权，在华盛顿为他们服务，保护我们的开国先贤为之奋斗的自由和权利。投票箱的力量决定着我们国家的走向，我们正在书写的历史，以及我们持续捍卫的自由。虽然孤立来看，任何一张选票可能都显得微不足道，然而美国人民的选票汇聚在一起，塑造着我们国家的走向，也塑造着历史的进程。但值得我们记住的是，我们的投票制度并非一开始就如今天这样。建国之初，投票权是有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辩论、牺牲、一场血腥的内战和宪法修正案，投票权得到了非常恰当的扩大。第15修正案禁止基于种族剥夺投票权。第19修正案保障了女性的投票权。第26修正案将投票年龄降至18岁。在我们宪法修正案进程的每一个阶段，目标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确保投票权属于美国公民，并且以诚信的方式行使。尽管我们的制度已经演变，但有一项原则始终不变：选举反映了美国人民的意愿。对于这样神圣的权利，对于这样来之不易的特权，我们的选举保护竟然变得如此被忽视和脆弱，这令人震惊，也令人悲痛。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站在这里敦促本机构的成员们通过拯救美国法案。该法案规定，当您在联邦选举中登记投票时，您必须提供您是美国公民的证明，并且必须提供带照片的身份证件才能投票。简单来说，就是这样。这不是什么旨在限制美国人投票的激进的、政治化的或被武器化的立法。这是一项常识性的措施，通过确保只有美国公民才能参与投票，从而保护我们选举的完整性。民主的合法性建立在2大支柱之上，首先是系统能产生有效的结果，其次是公众对该系统的信心。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失败，系统就会动摇；如果2者都失败，系统就会崩溃。一个无法被信任的系统，就是一个无法治理的系统。如果您环顾世界，有2/3到3/4的国家要求某种形式的身份证明才能投票。为什么？因为这能保障他们选举的完整性，并增强公众对他们系统的信任。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美国还没有完全采纳这一标准呢？过去几个月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各种说法，声称这项立法会以某种方式阻碍人们投票，说要求身份证明是歧视性的，还说美国人民不支持选民身份证明。总统先生，我们的民主党同事喜欢对着电视镜头大声疾呼，说投票时要求照片身份证明就是种族隔离时代的吉姆克劳法。他们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这样告诉我们。现在我承认，我们的民主党同事应该算是吉姆克劳法的专家，因为正是民主党政客通过了吉姆克劳法，正是民主党政客创立了3K 党，正是民主党政客几十年如一日地推行歧视、推行隔离但平等的政策、人头税，以及其他旨在阻止非洲裔美国人投票的各种法律。但是你们知道是谁驳回了他们那种虚伪的说法，即投票需要照片身份证就是吉姆克劳法吗？是美国最高法院印第安纳州通过了照片身份证法，要求投票时必须出示照片身份证。一群左翼原告对此提起了诉讼，该案件一直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当时我是德克萨斯州的总检察长，我在最高法院前领导了一个州联盟，为投票照片身份证制度进行辩护。那些左翼原告提出了与我们民主党同事今天相同的论点，即要求投票时出示照片身份证会以某种方式剥夺少数族裔的选举权。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驳回了他们的论点。多数意见的作者是约翰·保罗·史蒂文斯。约翰·保罗·史蒂文斯是法院里伟大的自由派之一，他不是保守派，也不是右翼，他是多年来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自由派。他驳回了这一主张，并指出，当有人非法投票时，他们是在窃取合法选民的选票，他们是在窃取美国公民的选票。最高法院解释说，当照片身份证法实施后，少数族裔在选举中的参与度是上升的，而不是下降的。最高法院解释说，要求照片身份证可以增强选举的公正性和民主的完整性。现在我们的民主党同事不想承认任何这些事实，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美国人民已经听过他们那些似是而非的论点，并且已经驳回了他们。议长先生，81%的美国人支持要求投票时出示照片身份证。但是我的民主党同事可能会说，那非洲裔美国人呢？大约3/4的美国非洲裔美国人支持要求投票时出示照片身份证。那么拉丁裔呢？超过80%的美国拉丁裔支持要求投票时出示照片身份证。那么民主党人呢？如果你走出民选办公室，如果你在街上问一个民主党人，70%的美国民主党人支持要求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件才能投票。唯一不支持的群体是美国参议院和美国众议院的民选民主党议员。顺便说一句，他们论点的前提是，如果要求少数族裔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件才能投票，他们就无法投票。这坦率地说是一种侮辱。议长先生，我很自豪自己是拉丁裔美国人，我这辈子都是拉丁裔。你们知道我钱包里有什么吗？我有一张驾照，我看看对面的同事们，我相信他们的钱包里也有驾照。拉丁裔不是傻瓜，非洲裔也不是傻瓜。当你们声称少数族裔搞不懂怎么弄到驾照的时候，哎呀，那现在在美国，除了投票，你还需要带照片的身份证件来做什么呢？你需要带照片的身份证件来购买酒精或烟草，你需要带照片的身份证件来赌博或购买彩票，你需要带照片的身份证件来进入酒吧，你需要带照片的身份证件来登机，
你需要带照片的身份证件来租车，你只是开车就需要带照片的身份证件，甚至不是租车就是开车。你需要带照片的身份证件来申请政府福利，你需要带照片的身份证件来大学入学，你需要带照片的身份证件来开设银行账户，你需要带照片的身份证件来酒店入住。而且我得承认，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点。在纽约市产血，你需要一张，实际上是2张带照片的身份证件。这些都是日常活动。旁听席坐满了人，我相信旁听席上的每个人，只要不是孩子，都有驾照。顺便说一句，如果你没有，你根本就进不了旁听席。我相信本议院的每一位成员都做过我列举的那些事情。除了铲雪，我不太相信我的许多同事铲过雪。不过他们确实会铲掉一些其他东西。问题不在于美国人是否足够聪明去获得带照片的身份证件。我们知道他们能做到，也知道他们确实做到。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不对像投票这样重要的、至关紧要的事情要求相同级别的验证呢？我们的民主党同僚是不是在说投票不重要？还是有别的原因？投票不只是一项日常活动，它每年或每隔几年就会到来。它是保护我们共和国原则和维护重要事务的载体。这项立法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适当的保障措施，有些个人和系统可能会破坏我们选举的信心。我们看到的最明显的方式之一，就是我们的民主党同僚在过去4年里通过开放边境放进来的大量非法移民。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超过1200万非法移民涌入这个国家，其中绝大多数是通过我的家乡德克萨斯州。总统先生，请理解，那不是一个意外，那不是民主党人无法阻止的事情，那是他们想要的结果。我们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川普总统宣誓就职他的第2个任期的那一刻，非法越境人数在一夜之间就骤降了99%。民主党人说不，乔拜登无法确保边境安全，他需要国会通过新的法律。我们现在知道那是一个谎言，那在客观上是虚假，而且他们知道那是虚假。那么如果他们本可以在4年内确保边境安全，但他们选择不这样做，他们选择让杀人犯进入这个国家，他们选择让强奸犯进入这个国家，他们选择让帮派分子进入这个国家，他们选择让恐怖分子进入这个国家。在过去的2个星期里，我们已经发生了4起激进伊斯兰恐怖袭击。议长先生，民主党人为什么要选择允许超过1200万非法移民入侵这个国家？我将提出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因为民主党人看着那些非法移民，他们希望这些人在联邦选举中投票给民主党。民主党人为什么会排成一队说不，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进行测试来确认你是否是美国公民？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应该要求投票时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件。大家知道，几年前有一个活动家自己拍了一段视频，他走进华盛顿特区的一个投票站，那个投票站的人问他：先生，您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我叫埃里克·霍尔德。当时这位活动家并不是当时美国的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但是华盛顿特区还是把选票递给了他，并且说：霍尔德先生，请您投票。民主党人在这间议事厅里都站在一边，因为他们希望我们的选举是不安全。
他们希望选民欺诈行为猖獗，并且很容易发生。请大家想想，美国民众买啤酒会觉得困难的吗？他们看限制级电影会觉得困难的吗？他们登上飞机又会觉得困难的吗？是的，因为民主党人拒绝为运输安全管理局提供资金，所以现在排队的人很多。明显的阻止人们飞行的障碍，并不是因为缺少带照片的身份证件。这场辩论的重点非常简单：我们的选举重要吗？我们的民主重要吗？议长先生，我得说，民主党人很喜欢说他们是在捍卫民主。有意思的是，他们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通常会低8度。这些男人们还会捂着胸口，像女人一样，做出一副惊慌失措的姿态。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在捍卫民主。扪心自问，他们为什么一点也不担心他们允许进入这个国家的1200万非法移民非法投票的问题？我认为奥卡姆剃刀原理告诉我们，最简单的解决方案通常就是正确。最简单的解决方案非常清楚。这个机构的民主党人希望非法移民为他们投票，他们对权力的渴望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非常乐意破坏民主，试图夺取权力。我理解这是出于他们的个人私利，但这不符合他们所代表的民众的利益。这也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这项法案被恰当地命名为“拯救美国法案”。议长先生，如果我们是根据什么对美国有利、什么对民主有利、什么对美国公民有利的原则来投票的，我们今天的投票结果将是100比0。不过我要指出，在这栋大楼的另一边，在您和我都在场的国情咨文演讲上，我们看到了为什么我们的民主党同事如此坚决地反对这项法案。川普总统转向众议院右侧的民主党人，给了他们一个绝对清晰的表明立场的机会。他说，如果你们同意我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为美国公民而战，而不是为非法移民而战，请站起来。国会中的每一位民主党人都坐着没动，没有一个人站起来。我要指出，在47位民主党参议员中，只有1位今天在这里。但国情咨文演讲期间，在场的民主党人要多得多。他们每个人都选择坐着，因为他们无法支持我们需要支持美国公民而不是非法移民的说法。这就是他们反对拯救美国法案的原因，因为他们希望通过他们允许进入这个国家的非法移民来获得对这个国家的权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拯救美国。这也是我敦促参议院所有成员通过拯救美国法案的原因。我发言完毕。